去那个大稻埕附近的一个老宅的地下室讲鬼片的讲座，讲到一半，那个喇叭就冒出了小孩子的笑声，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哈哈哈，为什么？循着那个声音找，就在窗台旁边发现他头一直不停在抽搐，他说我当时想说，干你娘是在演鬼片呢、然后我这个时候又想说，该不会开关是关的吧？干，最好是给我 on， 不要 off，on。入围或者是得奖的感受会有差别吗？现在我的感想是说，一个夜晚过去以后，世界上分成两种人，一个是更加喜欢你的人，一个是更加讨厌你的人。今天很开心呢，我们邀请到了金马金钟的剪辑师高明胜，我们就欢迎他。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剪接师高明胜。澄清一下，我是得过金钟奖，入围金马奖还没得到。对，因为你剪辑过很多部片嘛，那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最推荐的作品？照顺序好了，就是一开始是做《麻醉风暴》嘛，台湾职人这一波职人剧的最开始，立修导的那一部。对，之后就做红衣小女孩嘛，中邪系列啊，然后中间有这个机会去做那个狂徒，台湾的那个很少数拍的纯粹的动作片，对，然后附身犯啊，还有还剪素还真素还真，对啊，布袋戏电影，对，然后还有月老啊，大概这些吧。OK，好，那有没有哪一部作品是你最喜欢，或者是你最推荐观众认识你的？就看月老吧。月老，对啊，月老很好看，我觉得很好看，但啊为什么你会想推荐这部作品？你看那部片，你会觉得它的整个剧情推进的速度是跟一般的国片是不一样的。对，是比较紧凑的，比较快的，然后它的情绪高潮迭起也是比较剧烈的。那个也就是我想追求的。当初在做片子嘛，然后就有朋友跟我聊天说，他觉得月老这个名字取不好，叫月老感觉叫土地公算了，还是叫祝生娘娘。对，我说不会，我觉得月老很好。他说哪里好？我说台湾的商业电影，只要能大卖的，都是约会的人很喜欢的片子。对。然后你约一个女生去看月老，就是有那个很明显的意思。那果不其然，后来 IG 就是很流行一段视频，叫“干你娘看月老”，就是一个男生抓包他的女朋友去跟人家看月老。他就也不问他有没有那个，他就直接认定他外遇。当初为什么会想接鬼片呢？接鬼片最早的契机其实不是红衣小女孩，是那个一部片叫做《失忆》。为什么会接那支短片？因为那支短片的制作人是《七夜怪谈》的制作人，是一个日本人。所以当时与其说我是想做鬼片，不如说我不想错过这个跟国际知名影人，对，资深的知名的，因为他后来还去好莱坞发展嘛，跟他合作的机会，因为那个是短片嘛，预算很低嘛。然后我们没有办法有那些特殊化妆，而且那个时候台湾没什么人在做特殊化妆，导演就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不如我们去订那个隐形眼镜白色的，然后让他的整个没有眼黑，对，没有黑眼珠，然后 OK 啊，很好。可是问题是在那个年代，你光是台湾没有卖，没有人代理，你要订那个隐形眼镜运过来，好像要1个月，对，然后又不确定合不合适。他说他想到了，我们就找一个最会翻白眼的女演员就好。他从头到尾翻白眼在演吗？可是很恐怖那个绝对比那个戴眼镜来的真。我以为你说你要用立可白涂在那个隐形眼镜上面，然后让他戴上去。然后我们都很心虚，在剪接的时候，只要那个女鬼的脸绝对不会停太久。然后后来那个日本人，他叫依赖先生，依赖龙宠，依赖先生来跟我们修剪的时候，他就说这个脸放长一点，然后我们就短短的拉长一点。他说再放长一点 ，more guy please， 然后多一点。然后后来他就说奇怪呢，为什么你们不敢放很长？然后我们就透过翻译跟他说，因为我们怕被看出来女鬼是假的。然后他就笑，他像你这样笑，他说谁不知道女鬼是假的？没有人会相信女鬼是真的鬼。所有的人都知道那是人演的，对，电影就是假的，就是他跟我讲。娱乐片就是要这种想法，高明的幻术才是娱乐片要追求。OK， 那跟那个新电影的走真实的路线是背道而驰。那可不可以背道而驰？可以，因为我们多元发展，娱乐片是另外一个圆，新电影是一个圆，它是多元发展的。
对，了解。那在剪接这些所谓的鬼片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遇到一些有趣的案例呢？有啊，有一次我去那个大稻埕附近的一个老宅的地下室讲鬼片的讲座，讲到一半，那个喇叭就冒出了小孩子的笑声，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哈哈哈，为什么？然后我整个宕机，然后台下所有人都宕机，然后我就说，谁的那个手机蓝牙连到了，然后我就把那个喇叭的插头拔掉，然后继续讲课。那会不会那么刚好？哦，或者是现场小朋友啊？没有，是从喇叭传出来的。哦，对，中邪2是我目前捡起来遇到最多事哇，情。那真的中邪了。播片给那个大家看的时候，我靠在墙壁上，然后想说放松一下，因为我都看几百次，然后感觉我的后脑勺被用力的捏了一下，后脑勺被用力的捏一下对，，然后我就马上看导演，嗯然后导演就看我，他以为片子出了什么问题嘛，嗯我说没事，然后我就一直看后面，因为我头是靠墙壁的，嗯，对，然后到后来就是说，你慢慢的会有点感应，一个地方的剪接剪到最后有点感应体质，对，就是磁场是好还是不好，或是你可以辨识出，觉得这边我不敢进去，类似这样。对啊，所以这是中邪3就没有发生。有啊，就是我剪中邪3的时候，就是睡觉的时候都会听到有人在我旁边讲话，不是老婆，不是，因为是可能是各种人，各种人，对对对，各种人的声音，哇塞然，后而且那个语言你是听不懂。哇，然后最严重的时候是在我耳朵旁边大叫，或者说突然间大声讲话，对我整个吓醒，老婆还在滑手机，她说你怎么了？我说刚有人在我旁边讲话，然后我们明天就去拜拜的。这么可怕，对啊，所以不得不信邪。我最近在剪一个也是跟灵异有关，但不是恐怖片。我就常常跟导演说，你不要看你塞的都是老梗，这些我都经历过。明明知道那边有鬼，为什么要去那边检查？看真的会检查，好不好？对啊我，再分享一个，就是我有一次那时候在剪鬼片，我忘记哪一部了。剪完以后，我说公司要离开公司，突然间我听到很小声的“嘤”的声音，我到门口才听到。我想说走了吧，我想说不行，我等下走我一定睡不着，我一定要查出那个“嘤”是什么声音，该不会是电脑硬碟坏掉吧？专业一点嘛。我到处找，然后他就找到是我太太的玩具，抱住手指头的那个猴子嘛，小孩子玩的。这样通常是说你摸他头，他就会笑，然后眨眼，然后再转回来。那个玩具是这样。小孩子会玩这么可怕然后的玩具总之我就是循着那个声音找，我就在窗台旁边发现那个猴子，然后它是脸朝下的，然后它头一直不停的在抽搐。对，可是问题是那个东西那个玩具应该是你去跟它互动，你去摸它，或是你在它旁边讲话，它才会。我当时还想说，干你娘是在演鬼片哦！就这个情节也他妈的太像演鬼片了吧？然后，而且你那个猴子，你脸还给我朝下，我要是转过来不是猴子的脸怎么办？对，然后在我的印象中，我真的回忆起来，我是用慢动作的去拿，然后慢慢的转过来，结果是猴子啊，然后但是它有点卡住了，然后我这个时候又想说，该不会开关是关的吧？我想说，干，最好是给我 on， 不要 off，on。然后一看到是 on， 马上关 off， 丢到旁边，我冲出去，我还以是你看的时候是没有电池，就怕啊。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说，你那个以后不要给我买任何会发出声音的玩具，然后不要有那种自动开关的，然后那个这个马上给我丢掉。结果他说这是我玩具，我把它收起来。然后他现在还在，他只是被收起来而已。中邪4在等着你所以。我跟你讲哦，像比如说我刚刚去我这边上厕所，我一进去那个马桶自动打开，我觉得我绝对不会买这种东西。然后他哪天在那边给我开关，我真的会吓死。对，绝对不买任何感应式的东西。你一开始是菜鸟剪辑师时，怎么接到案子呢？我其实刚开始有在一家公司当助理，当了2年，那都在剪偶像剧，所以在里面学到了蛮多东西的。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刚好那是一个时机点，就是说器材纷纷的小型化、便宜化，然后就跟着朋友一起出来做。对，然后刚开始都是做一些那个工厂的简介啦。开始剪到戏剧的时候，反而是帮一个朋友做那个他的大学毕业制作，对，然后才慢慢的，也不是慢慢的，因为才做一次就得金钟奖，对，2次吧，可以这么说，才做到第2次就得金钟奖，然后就开始有很多机会。
这到底是天分还是金钟奖这么好拿啊？我觉得运气耶。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，说就是入围或者是得奖的感受吗？会有差别吗？现在我的感想是说，一个夜晚过去以后，世界上分成两种人，一个是更加喜欢你的人，一个是更加讨厌你的人。那往往是陌生人更喜欢你，熟人更讨厌你，就你的世界被翻了过来。快满30的时候，往往是男生最辛苦的时候，我觉得。然后一样去跟朋友喝酒、吃热炒、拉塞，然后每次在讲到烦恼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说：“啊，你靠腰什么都已经得奖。”那你就突然间觉得我没有跟你们不一样。得奖了以后，就会有一堆戏剧找你做。可是，在那个当下，你就必须要抛弃你原本的那些案子，对，然后又会担心说，因为你推案子，大家就会觉得你一得奖就了不起了，就把同伴都抛开了。对，那很容易就会被传这种大头症啊，你开始骄傲了啊什么的啊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为了要接到新的机会，旧的机会又不能丢，就只能让自己过劳。再来就是说，会有很多人会以为你是他们心中的样子来找你。对啊，在那个年纪或是你还没准备好的时候，你会很想让每个人都喜欢你，因为已经最熟的人都讨厌你了。以后，那你就会把自己装成他们喜欢的样子。所以那2年完全是迷失自我。然后我那2年有很严重的身心失调，我不知道是过劳造成的还是压力造成。对，总之就是过得蛮辛苦。15年做红衣小女孩嘛，那你通常是隔1年入围。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打电话来说：“恭喜你入围金马奖。”我回他第一句话是说：“我觉得好可怕。”我说：“这个日子到底还要过多久？就是一来是我要累多久，二来是我要装多久。”然后最后我回答说：“什么时候才会结束？还没准备要冲刺的时候，命运就把你推着走，那个是最可怕的。所以人家常常说有什么冒名顶替症候群嘛，就是说你得奖，你觉得你不应该得奖。没有，我觉得我没有冒名顶替，我是真的莫名其妙得奖。然后我花了好几年去拼命的进修自己，来让我变成大家认为的那个可以得奖的人。对，就名副其实。对，花了好几年让自己名副其实。那你名副其实了以后，你就会觉得我名副其实了。那这个时候来吧，再一次啦，来考验自己，到底这次会不会如此的受伤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势头就过了，就没什么再入围了。然后我刚刚说月老是我很有自信的作品，评价跟票房也都不错。对，然后月老入围了几乎所有的奖项，就只有剪接没有。超打击的。然后那种极端的悲剧就变喜剧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老实说，那个的确是一个打击，是一个打击。可是从那以后哦，我觉得月老没入围，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，是最糟也是最棒的事情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当下就觉得，我给我自己下了一个保护咒语，那个保护咒语就是我这辈子应该都没有机会。那当我认定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以后，这件事情就跟我没关系，我就自由了。然后我后来就都很快乐。对，就不是在追寻了什么目标，而是在追寻自我。对，它真的不是一个用客观数据去评判，它比较像是一个选美。人家不觉得你漂亮，但你不代表你是丑的啊，还是会有人喜欢你，你还是有那个资格拥有幸福的嘛。对啊，每个人都应该去追求自己的想要的生活就好了。就你的观察来说，当然以你现在的角度反对啦，为什么会入围？对，因为这样你现在是已经看开了，也比较清醒了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知道不是实力的原因。好了，我觉得一来就是说，因为我选择所做的影片的类型，就算是现在在台湾的电影的种类里面，也是偏冷门的。就娱乐电影虽然是整个电影市场的热门，但是在台湾电影的每年开的案里面，它是偏冷门的，它是少数的，然后比较少人在做的，所以那自然而然你在这个类别很容易达到第1名。我举一个比较不相干的例子，我要选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，我不可以5部综艺节目都是谈话性节目，而且都是吴宗宪主持，即便他是最 top 都不行。对，即便这5个都是 top， 大家还是会想说要比一下，那是不是我们要把别的人主持的也加进来，别种类型的也加进来？所以我回顾就是至少我做到了他们的 second choice 第2个选择的第1名。我后来自己去当过金钟奖的评审，或者说当过一些各种比赛的评审，它比较像是一个选美。
哦，所它以它没有标当然会有准。评断的标准，可是那个标准是没有客观的死的数据，它更多是在几个评审辩论出来的东西，它绝对不是那种我赢你0.1秒我就赢， OK，所以它其实是那种品味的比拼，但品味本来就没有好坏之分，对，品味没有高低之分， OK，对，只有口味的差别而已。因为以前我自己很想再得一次奖，或者说再入围什么，我去当完评审，我整个人就释怀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真的觉得入围就是肯定，因为你知道要从300部里面选出5部，那超难选的。但是这个选的过程是合理的吗？选的过程是就投票，就是一直不停的一轮一轮的投票投出来。那你们会想去迎合普罗大众的想法，就是有点像是让大家满意这个结果吗？是这样，就是说，评审也不能决定所有事情，因为主办单位他一定有他办这个奖的主旨，他每一个奖有不同的主旨，那越符合他的主旨，然后就越容易得奖，其实就只是这样子而已。对，那评审当然会去根据这个主旨来去讨论出一个东西来。观众一定会想问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对报价来说会有差吗？那个时候我很年轻，然后他们也只是想试试看而已。你的试用价不能太高，可是问题是试了一次，他就会问说为什么上次比较便宜，这次比较贵。所以我后来慢慢的提高价钱，是随着时间，不会说一得奖马上涨，得奖只会给你很多机会而已，意思说它只会让你过劳而已。对，但是你要连续的做好几支都成功了，然后台湾甚至给钱会看你有没有结婚，你有没有小孩。哦，他是已经结婚了，他有小孩，他买房子，他可能需要钱，那我们这次给他高一点，比较还是这种心态在，很像一个戏班子，有没有？对呀、我觉得台湾的一些传统的想法还是影响着。对，所以会不会就是如果说一开始你剪过电影，再回去剪别的片，你的价格也可以维持或者再拉高一些？对，但前提是你的片子要持续的成功。OK，那你里面有提到说，你时常鼓励别人说，电影就是或者作品就是要娱乐大众，给大多数的人看。那你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分享呢？这20年来，台湾电影几乎每年都会有一则新闻说台湾电影要垮了。好像每一年都有看到，每一年都说今年破亿的只有几部而已，完蛋了，摇摇欲坠了。就想说，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这个每年都在拉警报的状态？再来，你就去看台湾电影的总票房，不是说台湾拍摄的电影，而是台湾的电影院的总票房其实是很高的，每个月都有破亿的电影。对，只是都是好莱坞片，只是都是娱乐片。对，那我就会想说，是不是我们只要做出好的娱乐片，就能够支撑这个市场？其实是这样。然后每一次被客户砍价钱，他都说环境不好，可不可以低一点？那我们把环境变好，那我的薪水是不是自然就提高了？对啊，我是这样子在想的。要是每一支片都像《鬼家人》那样卖个3亿4亿，你多跟他要个50万，他会抖一下嘛？ OK，如果这部片的票房在500万，你多跟他要50万，不要他命嘛？也是对啊。OK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努力的让台湾电影的票房的好变成一种常态。对，像韩国电影的好，像美国电影的好，对，那自然而然大家的生活都会有所提升。所以你会期待你哪一天可以制作出一部是娱乐属性，然后是跨国合作的经验？我去年暑假，差不多去年夏天的时候做了一个那个菲律宾导演的片子，对，一个恐怖片，然后但它是比较文艺的恐怖片。那现在其实如果我真的可以选的话，我会想要参与更多跨国制作的片子。OK， 差在哪边呢？阶级，对，阶级制度会导致说，你排名第3名的人不敢跟第1名的人讲话，因为只有第2名的人可以跟第1名的人讲话。然后阶级制度会导致你明明凑了50个人，可是实际上你同时却只跟1个人在合作，因为只有1个人可以跟你讲话。那这个分工，我认为是很没有效率。对。那我觉得破除那个阶级，让每个人都可以平等的去各司其职的去参与，以自己的专业去参与故事的塑造，其实我觉得会更有效率。OK， 就尊重每一个地方的专业。对，这个如果你跟外国人相处过、工作过、出去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，你会特别的有感，因为他们比较没有那么的重视阶级。对，尤其西方国家，尤其那例如说跟那个片在合作的时候，我是平等讨论的，或是说他提供的意见你要一直试，然后在试的过程中，
你也可以产生出更好的想法，但最终是他来决定，然后他来决定，他不要你的意见，你也不会觉得不开心。我认为这个才是一个良好的沟通。对，因为导演本来就负责决定，监制本来就负责决定。对，我们就是一直不停丢想法，那才可以一直不停的激荡嘛。所以不管这是谁的作品，是你的想法吗？我的想法吗？没有，只要我们的两个想法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想法，我觉得这个就值得了。可是我在台湾工作，常常会被人家说：“阿胜，你不要跟导演讲那么多，这是导演的作品，这不是你的作品。”我甚至会被人家 diss 说，一个剪接师怎么可以参与前置，怎么可以干涉前置？为什么剪接师要给剧本意见？是不是干涉创作了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不是更多元的声音更好吗？I don't know， 我不知道。所以我算是一个异类啦。然后我就跟那个菲律宾导演就是讲说，跟你合作很开心，我可以畅所欲言。我后来遇到讨论的很开心的，我最后都会补一句：谢谢你让我畅所欲言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在这个社会是不容易的。那这有办法扭转吗？慢慢在改变呢。我觉得就是说，年纪越轻的人越不会这样。OK， 那如果说今天有观众觉得这一集分享的还不错，那你也想要获得简故事的这本书的话，那再麻烦大家帮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当中按赞，然后帮我们留言你对这集的感想，以及分享这部片出去，然后把相关的证据贴在我们的 YouTube 的那个社群平台，然后我们会随机抽出5名的观众，然后把阿胜老师他的那一本简故事的签名书，然后分享出去。然后所以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的去按赞留言，然后订阅我们频道，然后分享出去，谢谢大家。我问他说：“你是不做这个行业会死掉的人吗？要跟你竞争的都是不做就会死的。”疯子跟疯子的竞争。得了金钟奖以后，我到现在又过了10几年，我还是买不起房子。你做了破亿的片子，不代表你有破亿的收入。可以帮我们透露一下剪辑师的范畴？大概就是这个地方薪水就是这样。嗨，我是小欧，你的人生好伙伴。